姑娘，如果你明天就会死，今天你又会怎么样？我死就死了嘛，还有什么怎么样？我要马上找一个男人。听人家说，跟男人睡觉是很快活的。你爹，这是真的，这是真的。爹，我已经憋了10年了。我打死你！眼前这个落魄的男人，你敢信？他竟然就是让整个江湖闻风丧胆的神剑山庄三少爷，天下第一剑神谢晓峰。传说谢晓峰5岁学剑，6岁解剑谱，10多岁便击败华山派游龙剑客，名动江湖。随后更是连败37位成名剑客，在声望达到顶峰时，厌倦江湖纷争与杀戮，放弃神剑山庄的一切诈死，化名阿吉，在底层挣扎求生。这部上映于50年前的邵氏经典是武侠片的巅峰之作。50年间，除了导演尔冬升本人，无人再敢翻拍。故事中还有另外一位猛人，江湖中人称剑圣的燕13。这哥们有多猛？开局就在枫叶林里约战6大高手，人家提议猜拳，决定谁先上。燕13却霸气侧漏，说你们一起上，我保证在13招之内把你们全送走。话音刚落，剑光乍起，现场开始报数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还有3招，11、12、13。好家伙，连出13剑6大高手，当场领了盒饭，一个不多，一个不少。可就在这时，树后走出个女人，江南慕容世家的大小姐慕容秋荻。她不是来送死的，而是来挑拨燕13替自己杀人。她告诉燕13，你这点战绩算个屁，真正天下无敌的是神剑山庄的三少爷，人送外号剑神。每年死在他剑下的高手没有1000也有800，我们慕容家就被他砍了460个。慕容秋荻的目的很简单，就是用激将法逼燕13去挑战三少爷最好，两人同归于尽，自己好坐收渔翁之利。燕13是什么人？一生争强好胜，就为了天下第一这4个字。一听这话，哪还忍得住？当即动身前往神剑山庄。他乘着一叶扁舟来到绿水湖，船夫告诉他，来这挑战的人我只负责送，从不负责接，因为从来没人能活着回来。燕13听了非但不怕，反而更兴奋了。可岂料他到了山庄，见到了山庄管家曾经的铁剑大侠谢王孙。老孙先是和燕13进行了一场商业互吹，然后燕13表明了自己来的目的，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才是天下第一。可他却得到了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，我们三少爷半个月前死了。燕13扑了个空，一身的傲气瞬间被浇灭，他感觉人生失去了目标，于是舍弃了剑圣的名号，开始在江湖上流浪。而另一边，我们故事的真正主角没用的阿吉，也就是隐姓埋名的三少爷谢晓峰，正在妓院里当杂役，体验人间疾苦。他到洗脚水被人呼来喝去，主播们都拿他开涮，说他是个没胆的废物。阿吉从不还口，默默忍受着一切。在这里，他认识了心地善良的主播小丽，还有一个收留他的贫苦家庭老苗一家。老苗一家虽然穷，但待阿吉亲如家人。阿吉也在这里找到了久违的平静，他甚至觉得就这样当一辈子没用的阿吉也挺好。然而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包租公来到万花楼，想要欺负小丽，阿吉自然不能坐视不理，出言阻止。可包租公却不依不饶。可以啊，你把手伸出来，让我戳2刀。他见阿吉真的伸出手，于是便砍了2刀。可是阿吉却一声不吭，包租公被他的气势镇住，灰溜溜的离开。原来小丽为了养活一家人，才在万花楼卖艺不卖身。阿吉再次感受到了底层老百姓的无奈。这天，当地恶霸白虎堂的人来收保护费，老苗为了给受伤的阿吉买肉补身体，多赚了点钱，结果被恶霸盯上一顿暴打。可回家后，老苗却说自己是不小心摔的。可阿吉一眼就看出了不对劲。其实你娘早就知道你不是接生的。不过他从来也不问，因为他知道我们苗人给他们打是很平常的事，问来也没用。到底是谁打伤你？还不是白虎堂那帮人干的。此时阿吉才知道白虎堂是当地的一颗毒瘤，他们烧杀抢掠，逼良为娼，无恶不作。这天他们更是对小丽卖艺不卖身的做法很是不满意，决定把小丽抢回去当头牌。老苗自然不能看着妹妹跳进火坑，于是便要阻止，结果反被对方打扁。阿吉想要上去帮忙，却又不想暴露身份。就在此时，小丽的母亲提着菜刀要保护女儿，结果反被恶霸一刀劈成2半。阿吉眼看恩人受辱，终于忍无可忍，他不再隐藏实力，3拳2脚就把几个地痞流氓打得哭爹喊娘。这一下没用的阿吉会武功的事传开了，麻烦也接踵而至。恶霸的老板杨老爷咽不下这口气，花重金请来一波又一波的杀手，是要弄死阿吉。与此同时，慕容秋荻也查到了他的下落。他找上门来开出诱人的条件，我准备把半个武林连我一起送给你。但一心只想过平凡日子的阿吉果断拒绝。慕容秋荻因爱生恨，立刻翻脸派出手下高手追杀他。马上找人去杀了他。
一时间黑白两道都想取阿吉的性命。先是令人闻风丧胆的黑风双煞，他们假扮成货郎和乞丐，故意接近阿吉，可阿吉一眼就识破了他们的伎俩，因为在贫民窟怎么会有人买得起糖炒栗子？阿吉只用了3招2式就把2人打败。此时的阿吉也明白了一个道理，原来想做一个平凡的人也不容易。接着慕容家的玉面霸王兄弟也找上了门。你们找我是跟我有仇，跟你的人没仇。我们跟你的名和你的剑有仇，你的剑呢？也被阿吉用一根破木棍打得怀疑人生。可他越是能打，名声就越大，麻烦也就越多。江湖就像一张大网，他越想挣脱，就被缠得越紧。真正致命的打击来自一个叫独狼君的阴谋家，这家伙想扬名立万，于是设计了一个连环套。他先是买通了老苗的邻居，也就是哑巴大哥的老婆，让他在阿吉的茶里下蒙汗药。阿吉喝下茶后头昏脑胀，以为自己中了毒，便在哑巴一家的陪伴下去找当地一位神医求救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这个神医就是独狼君假扮的。独狼君假惺惺地为他诊断，然后拿出一把刀，说要刮骨疗毒。他先在阿吉手臂上划开一道口子，然后将真正的剧毒夺命化骨散直接涂抹到骨头上。这下阿吉是真中了无解之毒，命不久矣。这里是黄金200两，是我们早就谈好的数目。好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整个故事是这样的：独狼君要杀3少爷，所以就收买了他好朋友的老婆，在茶里下了蒙汗药，再派几个手下去把3少爷搞得头昏脑胀，结果3少爷就自动的送上门来找死。为什么我来找死？因为刚才我涂在骨头里的才是真正的夺命化骨散，最多只有3天的命。你是谁？独狼君周玉峰。哑巴大哥在得知真相后羞愧难当，含恨自尽。阿吉抱着朋友冰冷的尸体彻底绝望了。可独狼君也有失算的地方，可惜你这一辈子做错了一件事，也是你今生最后的一件错事。什么事？你应该马上毒死我，不该给我3天的命。替自己和哑巴大哥一家报仇后，阿吉拖着只有3天生命的身体到处游荡，他在寻找自己活着的意义。在客栈里，他先是问了一个冠冕堂皇的教书先生，如果你知道你自己明天就要死，今天你会怎么样？我会很好的安排后事，然后静静的死去。阿吉一把抓住他，让他说实话。如果我明天死了，我会马上去妓院把全城的表子都叫来，睡完了觉，我再去赌场大赌一场啊！老师，你真的，我这辈子就想这2回事啊！随后，阿吉又问起立了10年贞节牌坊的寡妇，如果你明天就会死，今天你又会怎么样？我死就死了吧，还有什么怎么样？我要马上找一个男人。听人家说，跟男人睡觉是很快活的。爹，这是真的，这是真的。爹，我已经憋了10年了。我打死你！此时阿吉才明白，每个人心里都有活着的时候，想做又不敢做的事情。就在此时，一个恶霸当街强抢民女，阿吉急忙出来阻止，并且报上了自己的名号。我是神剑山庄的3少爷。可恶霸根本不信，就要让手下宰了阿吉。就在此时，一个斗笠剑客突然出现，恶霸看不清形势，让手下攻击剑客。剑客的剑法极其狠辣，招招致命。没有走过2个回合，恶霸和他的手下全部饮恨西北。阿吉想要询问对方姓名，却被上了一课。如果我像你一样把名字乱说出去，我也活不到今天。剑客走后，有人发起偷袭，一个叫傅红雪的刀客仗义出手，再次救下阿吉。刚才有4个人没有死，还有3个人在屋顶。傅红雪临走时也给他上了一课。我只是黄山上一个没有名字的樵夫，在江湖上最好还是没有名字的好，起码我不会只有3天命。随后阿吉拖着中毒的身体来到莫愁湖边等死，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个神秘的男人。这个男人不仅救了他，还认出了他中的是夺命化骨散，并用一种古怪的以毒攻毒的方法，硬生生把阿吉从鬼门关拉了回来。阿吉感激不尽，问他姓名，男人却说自己只是个没有名字的樵夫。然而阿吉并不知道，这个救了他一命的恩人，正是他一直想要摆脱的宿敌燕13。他也不知道自己救的就是3少爷。2人都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，甚至约定如果将来再见，希望不是兵戎相见，
可命运就是这么爱开玩笑。阿吉回到小丽家，却发现这里已是一片火海。小丽的哥哥在临死前告诉他，小丽被燕13派来的人杀了，这当然是慕容秋敌的毒计，他就是要挑起2个最强剑客的生死决战。得知挚爱惨死，阿吉彻底崩溃。他1年来想要逃避的一切，最终还是以最残酷的方式找上了他。他不再是没用的阿吉，他变回了那个令人闻风丧胆的神剑山庄3少爷谢晓峰。神剑山庄30个分舵舵主都赶到，3少爷有什么吩咐？1、2、3舵筹备葬礼，4、5、6舵把我的宝剑跟战衣拿来，其他的去替我把燕13找出来。是，3少爷。他穿上战衣，拿起宝剑，心中只剩下一个念头：杀了燕13，为小丽报仇。枫叶林宿命对决的地点，2位绝世剑客终于正式会面。你喜欢死在哪一把剑下？哪一把剑能够杀我，我就死在哪一把剑下。3少爷怒火中烧，带着神剑赶到。由于雾太大，2人只是远远看到对方的身影就决斗在了一起。可过了几招以后，2人才看清对方的面容。谢晓峰质问他为什么要杀害小丽，燕13则一脸懵逼，完全不知道自己啥时候杀了人。就在2人打得难解难分之际，慕容秋敌带着大批人马出现，得意地揭晓了所有谜底。我杀死小丽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令3少爷再拿剑，也只有这样才能把燕13引到这里来送死。原来从头到尾都是他在布局，他甚至带来了自己修炼9阴真经、走火入魔已经疯掉的亲弟弟，想让这个武功盖世的疯子把燕13和3少爷一并解决。果然如同慕容秋敌所想，2人联手都不是弟弟的对手。二弟，杀了他们吧！杀了他们之后，我们慕容世家就是天下第1家。然而他算错了一件事，那就是疯子是不可控的。他弟弟六亲不认，当场发狂，先把慕容秋敌和他的一众手下给撕成了碎片。最终这个疯魔的怪物追着一个手下不知所踪。尘埃落定，现场只剩下2位剑神。3少爷心灰意冷，他告诉燕13自己不想打了，这天下第1的名号你拿去吧。他只想放下剑去给死去的朋友们立个坟，可燕13却拒绝了。他这一生唯一的追求就是和3少爷公平一战，弄清楚谁才是真正的天下第1。他甚至说，我救了你的命，今天你就要用这场决斗来还。3少爷别无选择，这是他欠燕13的，也是他作为剑客无法逃避的宿命。2人展开了惊天地泣鬼神的一战。这一战无关恩怨，只为剑道。最终燕13的剑慢了1分，他倒在了3少爷的剑下，但他没有痛苦，反而露出了满足的微笑。他用生命求得了自己想要的答案，而3少爷他赢了，成了江湖上唯一的传说。可他却输掉了一切，他站在尸横遍野的风林中孑然一身。他还是那个天下第1剑，却再也变不回那个虽然没用，但却拥有过温暖的阿吉了。到这里影片也就结束了。本片是一场关于逃离与回归的宿命博弈。楚原以细腻的镜头语言，将古龙笔下谢晓峰的矛盾与挣扎具象化。神剑山庄的3少爷谢晓峰，凭一手追魂剑法名震江湖，被尊为剑神，却在无尽的挑战与杀戮中厌倦了名利的桎梏。正如他与小丽的对话所揭示，他的苦恼从非为利，而是为民所负。每日疲于应付上门比试者，早已迷失了剑的本心。于是他选择诈死脱身，化名阿吉，藏身万花楼做卑微的杂工，只求在烟火尘嚣中寻得一份安宁。这份大隐于世的设定，并非简单的武侠套路，而是古龙对江湖规则的反讽，也是楚原想要传递的核心命题。最强大的武功，终究抵不过人心的疲惫；最耀眼的声名，往往是最沉重的枷锁。我是小 K， 我们下期见。